来吧，新玩具！今天咱们来拼核膜线出品的这一套塔斯提尔。哇，这个盒子是相当的大呀！塔斯提尔本体机器狗地台格纳库，这回我还多整了一盒机器狗，就可以拼成1人2狗的形态。盒子里边还自带了一个背景板卡，放在你的展示柜里边，搭配出一个场景，也是非常贴心的。喂，哇，这是什么？设计蓝图，一张明信片。 背后这里写着厂家的感谢信，初回特点的专用斗篷，布料的材质做工很精美，边缘这里有铁丝可以塑形。这边是枪套，皮革材质，光主体的板件就相当的多啊。注塑的工艺相当不错，零件非常的规整，在细节刻画上面也可以。透明件的质感、通透性做得不错，也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气泡。软胶零件作为特殊的材质使用。 柔韧度相当不错，银色的预涂装板件，喷涂的工艺也可以，还自带了发光模组和电池。开整。A few moments later， 好，拼装完成。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漂亮的。 分色处理相当的不错，而且在拼装的过程中啊，核膜线这一家的工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精度以及松紧、阻尼感这些都非常的舒适。里边会融一些蚀刻片来增加细节，还有软胶的材质来做出那种仿肌肉的质感。关键头部这里还增加了一个眼灯，脑门后边有一个开关，拨一下，眼睛就可以发出来很亮的光。 而且这里边因为有蚀刻片的存在，所以隐隐的还能看出一些内构的细节，非常的漂亮呀！扣脑门后面的这个开关就可以点亮关闭了。这种内置电池和灯光模组的拼装模型玩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头雕的细节做的也很棒，口罩的锐度相当不错，随便定个型。下边这种破布片的感觉也很棒。 后边的这个兜帽啊，它里边其实是有缝合线的，你需要把这头的线剪开，就可以把这个兜帽戴在头上了。腰带这里放2个皮革的枪带，可以插在上面。穿衣服的时候，袖子是分开独立的设计，这里边专门钻出来了孔，预留了接口的位置。身体的部分，这个地方肩带也进行了锁口和钻出的球关洞。 而且你别说啊，拼装的玩具拿起来其实还是挺有分量的。它里边的零件层次套层次的感觉非常不错，而且这个设计上面，它的装甲是前后包、左右包，这样一环套一环上去的，所以包起来的效果非常的漂亮，并没有做任何的涂装。这个现在就是速组的状态，甚至没有上水贴，就很好看了呀。后背这里的造型也很漂亮，脊椎部分用的是一个软胶的材质。 你在活动的时候，腰部这里这些肋骨是可以跟着动的。前方腰部又采用了4根液压来进行连接。你在来回活动的时候，这些液压都是可以真实联动，非常爽，太帅了。胳膊这里橙色的零件，这都是软胶的材质，摸起来很舒适。然后你在屈臂的时候，会展现出来这种肌肉的堆叠感。哇！ 关节的阻尼也很好，相当的舒服。脖子这里是双段的关节，这里有一个球关，这边还有一个开口，而且里边的内构细节做的特别精彩，里边做了这种银漆的点缀，还有蚀刻片的融入。肩胛有着双关节，活动的范围也挺广。侧举，下方这里还有一节辅助的关节可动，前后的蝴蝶关节炸肩。 上边的这个肩带根部的球关也是可以在活动的时候炸开的，胳膊肘左右可以旋转，二头肌这里也可以旋转，手腕里边有一个突出的关节，你在握刀的时候可以向下持握这样的姿势。前裙甲在活动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炸开的效果，里边是一个球关带滑道。侧面这里挂武器的扣子折叠起来，也是可以撩开。 腾出更多的空间，腿部活动就不会影响到了。后裙甲的造型很圆润，打开，在腿部活动的时候，这一块的关节连通着胯部下方这里的一个金属色的转盘，所以你在折动腿部的时候是这样去动的。
连通的感觉。前踢的活动范围非常广，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这里展现了一个肌肉的联动，而且这个膝盖的阻尼关节特别的紧，完全炸开。屈腿可以屈到这么大的幅度，上方这里的肌肉可以跟着拉伸出来，后方这里的装甲翘起来，然后里边的肌肉收缩进去。膝盖的这个甲也是可以活动的，并且这里边也有挡肉的花纹零件。从后边这里再看肌肉移动的感觉，哇，延展开，这一块里边还有一个往出抽拉的芯儿，灰色的零件就顶出来了。只是哇，我感觉这个轴还是有一些紧的，因为中间套了很多层的环，但是你还不能打磨得太松了，太松了的话，玩具支撑起来稳定性就差了些意思了。腿肚子这一块内嵌的透明零件和银色漆面的点缀很漂亮。脚踝左右活动，前后这里里边也有一个液压杆，活动范围很大，里边的液压贯通过来，而且这个脚踝的支撑稳定性也很好啊，这个阻尼感很紧。脚尖前后活动，左右接地，可动性非常的不错。胸部这里有前后活动的弯腰关节，后边脊椎跟着联动。胯部这里也有独立的弯腰，前裙甲可以移开一档距离。所以良好的可动性也是你随便摆个什么造型出来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整体的造型非常的帅，随随便便扭一个造型都很好看。地台方面可以当成一个储物的格纳库，上边这里也有拉丝的金属名牌，后边这里还有一个蛇形的金属软管作为支架。摆放的时候把这个往上一插，而当成格纳库展示的时候呢，把这一块的支架揪掉，抠盖子后方这里掀开，里边是它所有的武器整备，然后顺着这里掏起来，盖子旋转，这里边是齿轮关节，再把这个合上，所有的兵器和替换手型就可以放在这个整备库里了。另外一盒拼出来的机器狗子，四肢的活动性范围也是极广的，前面这里还可以张开，看你想怎样摆放。左右的活动范围没有问题。头部这里的眼灯也是用蚀刻片和透明零件压制出来的，脖子可以抻出来，稍微有一点点活动的幅度。背后的握把有一个滑槽，我们可以往前推，打开后边的盖子，里边可以放它的备用弹匣。而且狗子的玩法也很多嘛，我们先把这两个零件拆出来，插上这两根光刃。哎，小飞狗，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延展开啊，突进，切断敌人的补给，战场绞肉机，抓。另外，狗子还有一个玩法，我们把脖子压进去放好，这块挪开，顺着后腰这一块的连接处，我们把它拔开，前肢卸下来，在后边这里有两个挡着的盖子，抠掉，插起来，然后我们把四肢都团起来，变成这样。背后的书包依旧是可以放备用弹匣，拆下来的读孔配件就可以放在格纳库的这个位置。狗子身躯的部分旋转一下，180度，把这个炮管伸出来。有一个小细节特别棒啊，看在这个位置，3管枪口对应里边连接在一起，然后握把往后推拉，把这里拔开。握枪有专门独立的手型，它跟这个握把是连接在一起做好的。把这个扣子插上去，扳机处放好，后边的这两个圈儿卡在这个夹层里，这样就会握得更严实了。拔除背包后面的这个读孔，机器狗完全搭载以后，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武器的扩充包，手里握持着这把大大的3管加特林，效果也是很带感的呀，很帅，而且这个胳膊的支撑性很好，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多配了一条机器狗的原因啊！带着一个宠物小弟，开局一条狗装备全靠捡，也确实有辐射4的那种废土风格。
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火力不足恐惧症，也可以装备2杆加特林。光剑有独立的握持手型，手腕的下折关节还可以让光剑这样握持。此外，在小臂内侧还有一根螳螂臂可以伸出，拿出另外的剑刃，扣进去，有点赛博朋克的那个味道了。当然，安插方式也是很多的，这个也可以拔下来，而且这一次还带了更换的剑刃，把它拔掉。哇，这种挥动出来的粒子感，透明的零件通透感做的也非常不错，甚至韧性还很好。这样动态的感觉，视觉效果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大腿上面有个盖儿，扣下来，这里还可以安装2个匕首刃，把它卸下来。同样也可以在螳螂臂上安装，或者是直接卡在你的手心上。装枪可以通过 C 型扣卡在后裙甲上。2把手枪的造型很不错，同时上边这里还可以上膛，拉动，这拉到头还有一个锁定感，也是使用这个握枪手型就可以放在手上了。当然，这些接口全部都是通用的，所以你想怎么扣都可以。大枪可以放在格纳库，也可以通过这个扣子插在腰带的侧面，打开以后，后边的枪托延展出来。下方这里还有2种弓弹，或者插这个长弹匣。我真的超喜欢这种枪托真实的顶在大臂肌肉上边的这种感觉，相当的仿生。而你以为这一切都完了吗？除了身上可以全部搭载武器之外，为什么机器狗做成背包呢？后边还可以伸出来4个手臂，4个机械臂打开以后，里边又是通用的这种接口。那全部武器搭载上以后，再加上火焰的特效键，这个感觉果然兔子家火力不足恐惧症是刻在骨子里的，太狠了！所有的手臂都可以利用起来，每一个武器也都有它自己安插的地方。哇，爽，舒服。再给你们讲一下为啥我要多配一条狗子了，因为再加一条狗子，你就可以拥有6把剑了。所以没错，我也是火力不足恐惧症。那么来总结一下，和睦信的这一套塔斯提尔近期也是非常热门的拼装机甲。产品的制作工艺、模具的设计精度这些，和睦线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厂子，完全没有问题。加入了非常多的液压和软胶材质来仿这种机械的质感和肌肉的纹理以及柔软的程度，这种感觉体验是非常棒的。联动的细节好评，丰富的玩法好评，加入了眼灯的特效键以及透明零件嵌蚀刻片的这种精彩演绎，可以说这一套产品的精彩毋庸置疑。拼装过程零件虽然非常多，但是70%-80%都使用到了隐藏水口，所以你修剪起来的时候也不会特别的麻烦。就算你是一个新手，不使用任何的喷涂，不贴任何的水贴，就目前速组的状态下看起来也是十分精彩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国模的性价比非常好，这一套的价格不贵。也是翻回来说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国模领域缺的是一个好的 IP， 它的技术力、设计能力、美术功底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已经很成熟了。这么多年的代工经验，我们已经积累下来的，缺乏的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响当当。如果真有一个 IP 啊，不敢说能做到人人皆知，最起码能闯出来在魔玩领域的一片天地的话，我相信国模的水平完全能驾驭得了它后续周边的一些开发。而现在我们玩到的许多国外品牌的各种玩具拼装也好，成品也好，他们构建的是在一个强大的 IP 之上，人们认可这个 IP 才会去买它周边的这些相关产品，而他们这些相关产品做的这些素质可以说是良莠不齐。而我们国模领域这一块是先做产品，然后在产品的基础之上再做各种文化的延伸。这个我觉得虽然方向没有错啊，但是实施起来困难程度肯定是要比之前的那些打造 IP 的那种感觉要难的一些。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国模对于自己产品的素质是有绝对的信心的。
这就又想把话题扯远了一点说啊，文宣工作近几年可能抓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包括在每一年各种各样的展会了，各种各样的节日了，其实全国各地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特色的这些东西冒出来啊，很国风的东西，或者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东西，甚至以前我们大家很少关心的政治了、军事了，现在各大视频平台。各种00后开始上岗了，领导把这个号交给我了，各种各样展现出来，大家也都对这些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来理解、了解我们的政治和军事。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宣工作做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表现。但是前几年我们一直是只会做不会说的那种人，我们太需要一个宣传的媒介，或者说让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来了解到我们自己有什么好东西，而不是觉得国外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所以呀，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也是希望文宣工作能继续再接再厉，也是希望国产的模型原创的作品能做得越来越好，打造一个现象级的 IP， 进而衍生出来更加优秀的周边产品，也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喜欢魔玩的这些人到底是有多可爱，而不是像某些节目奉献出来的这些胶佬们、这些潮哥们，每每提到总会让人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吧。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是这样了。